未婚先孕的女孩明明找到了一个愿意接盘的男友，但她满意对方后，竟然不是先带去见自己的父母，而是选择先让公寓的门岗大叔把关。Pleased to meet you. I hear I have to pass some sort of test. You passed it. Cool. What did I do? Nothing. I saw it in her eyes. The moment I saw her. 听闻此言，艾拉心里的紧张瞬间消散。要知道，这可是门岗大叔头一回认可她的伴侣。原来就在1年前，艾拉与新交往的对象在分别时深情亲吻。然而门岗大叔仅是一眼，便看出那个男人是个渣男。所以当艾拉欢天喜地准备回家时，门岗大叔毫不留情地浇灭了她心里的欢喜。 He's not for you. He's a weak man with no self-control. How can you tell that from 30 feet away? You learn a lot about a man through the scope of a sniper rifle. He will not be calling you. Oh, yeah, he absolutely will be calling me. Ever. He will never be calling you. 艾拉压根不信，急忙解释自己今天不仅用了不可抗拒的香水，还化了精致美丽的妆容。 Do you want to bet? I cannot bet on a certainty. It is against my principles. 为了反击门岗大叔晚上的警告，艾拉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给男人发去了短信。可直到洗漱准备睡觉，也没能等到男人的回复。在难过之下，艾拉的脑海中总会时不时地回荡起门岗大叔的忠告。隔天一早准备去上班的艾拉，还没走出电梯门，便开始左顾右盼。在看到没有门岗大叔的身影后，脚步也不自觉地开始加快，似乎想要赶紧趁机离开。可就在即将迈出大门的那一刹那， Any news from Mark? No, I haven't even checked. It's not my whole life. Have a good day, Miss Mitchell. Yep, you too. 嘴上满不在乎的艾拉走出门后，依旧忍不住拿出手机，再次确认是否有收到消息，渴望着那仅有自己发出的孤零零的信息。他的内心似乎也开始倾向于相信门岗大叔的忠告。1个月后，艾拉邂逅了一位来自英国的男子詹姆，在彼此相互了解的漫步途中，艾拉坦言自己对书籍极度热爱，有时一天就能读完一本。詹姆听后不禁面露吃惊，声称自己1年能读完1本书就不错了。很显然，两人在文化方面已然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可一脸英伦帅气的詹姆让艾拉失去了理智，他主动带着詹姆回了家。然而当见到门岗大叔时，心里还是会禁不住有些担忧，生怕听到那些认为彼此不适合的劝告。而门岗大叔也一如往常，用他那如狙击手般犀利的目光上下打量着面前的这个男人，仿佛是一位在为女儿精心挑选对象的老父亲。隔天一早，从睡梦中醒来的艾拉突然惊觉詹姆不见了踪影，他呼喊了一声，却未听到任何回应。气愤瞬间涌上心头，满心哀怨地认为自己又碰到了个薄情的渣男。可紧接着他听到了窗外传来詹姆的声音，原来他一早醒来去购买早餐了。见到门岗大叔时还不忘热情地打招呼。看到这一幕，艾拉脸上瞬间露出了笑容。然而就在他满心欢喜地确定自己终于遇到了对的人时，门岗大叔却不合时宜地打来了电话。 He's empty-headed. You are a very bright woman with a PhD. I'm only thinking of your interests. 艾拉彻底被激怒了，她愤怒地回击大叔，指责他就是存心不想让自己获得真爱，拥有一个真心爱她的男友。 Who are you speaking to? No one, bye. Hi, Ted. Good morning. 沉浸在爱情中的艾拉全然没有察觉到门岗大叔所说的话即将成为现实。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艾拉总是形单影只的在公园里静静地看书，这无疑表明她与詹姆早已由于没有共同话题而断了联系。在这段孤独寂寞的日子里，书籍给予了艾拉温暖的陪伴，也让她领略到了别样人生的精彩。当逃避现实的艾拉逐渐有所好转时，她突然惊觉自己似乎已经好几个月没来例假了。不确定是不是因为焦虑而导致的推迟，她悄悄来到了药房，最终还是查出了怀孕的噩耗。望着手中那清晰显眼的2条杠，艾拉瞬间变得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她满眼泪水，内心纠结不已，不知究竟是该打给已然分手的詹姆，还是打给家中的父母。然而令人倍感意外的是，艾拉最终谁都没有联系，只是找到了门岗大叔，伏在他的肩头嚎啕痛哭起来。在他的心里，每日默默守护着他的大叔，已然如同家人一般亲切而重要。等到哭泣渐渐停歇，艾拉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打掉这个孩子，只因为她不希望孩子刚出生就身处一个不完整的家庭。但大叔却语重心长地告诉她，人不能因为心生恐惧，就仓促地做出会让自己悔恨终生的决定。 Tomorrow's a brand new day that's never been touched. 临走时，艾拉向大叔道谢，感谢他的真诚相告与长久守护。 But you're no longer alone. 第二天，艾拉把詹姆约了出来，坦白地讲出了自己怀孕的事。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意外状况，詹姆显得极为慌张，甚至紧张到需要艾拉反过来安慰他。为了避免日后不必要的纠缠，艾拉直截了当地告诉詹姆自己已经下定决心生下孩子。如果你不想承担责任，我也不会强求追究你的过错，只是从今往后再也不要来打扰我的生活。听到艾拉这样说，詹姆反倒没有了那么紧张。Okay, great.
某次艾拉做完产检后骑着单车回到家，平日里一向温柔儒雅的大叔，这一回竟破天荒地表现得异常气愤。 Oh my god, Guzmin, that's the first time I've heard you really angry, I think. 你戴着头盔能有保护，可你肚子里的宝宝没有任何防护啊！听到大叔满含关切的话语，艾拉的内心感受到了莫大的温暖。为此，他拿出刚刚做完产检的片子，想要让大叔看看。门港大叔凝视着面前相片里那黑白影像中的小生命，他的目光深邃而悠远，仿佛从这小小的身影中看到了无数的故事。 It's like the whole universe in there. 看着大叔眼里闪过的一丝落寞与欣喜，艾拉随即撕下了一张光片送给了大叔。等到艾拉离开，大叔沉默地将光片放进了胸口的口袋，似乎得到了无比珍贵的礼物。随着时间缓缓流逝，艾拉的肚子逐渐变得愈发明显起来。而在这漫长的怀孕期间，门港大叔无疑成为了艾拉最为坚实可靠的后盾。终于到了临盆的这天，或许是艾拉满心失望的没有看到詹姆本应出现的身影，内心的紧张与难过交织在一起，竟致使他出现了难产的状况。就在孤独无助的艾拉痛苦的几近要放弃的时候，大叔却目光坚定地出现在了艾拉的面前，仅仅只需要一个点头的示意，艾拉的内心便涌起了巨大的安全感。原来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时光中，门港大叔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了艾拉的精神支柱。最终艾拉平安顺遂地诞下了孩子。等到艾拉坐完月子带着孩子回到公寓时，门港大叔匆忙赶来她的身边，接过了手中的婴儿篮，那谨小慎微的神情仿佛手中提着的是这世上最珍惜的宝贝。他既害怕自己走路的幅度会晃醒了这小生命，又担忧自己走得太慢让路上的汽车声将其吵醒。随着四季不断更迭，门港大叔始终如一地守护在艾拉身旁，默默地扮演着外公与保姆的角色。这样充实而温暖的生活持续了许久，直到有一天，艾拉因为升职，不得不为这段美好的时光画上句号。由于办公的地点被安排到了千里之外的洛杉矶，艾拉拿不定主意，想要征求大叔的建议。他的言辞中虽满是对洛杉矶的不喜欢，可大叔仅需一眼便能看出艾拉其实很喜欢这份工作。 She'll miss the city and this building and you. Excuse me. 一直坚强刚硬的大叔第一次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满心难过与失落，仓促地离开了前台，将所有未说出口的嘱托全都隐匿进了屋外那漆黑的夜色之中。但聪慧的艾拉却早已洞悉了大叔的难过。一转眼5年的时光匆匆而过，艾拉在洛杉矶也找到了新的男友，可她还是重新回到了这座熟悉的城市。而她并不是为了寻找这座城市的朋友和抛弃她的男人，而是为了来见那位一直默默守护她的门港大叔。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她主动将男友带到了大叔的面前，渴望听听大叔从他身上所察觉到的东西。 You passed it. Cool. What did I do? Nothing. I saw it in her eyes. The moment I saw her. Guzmin. I was never looking at the man, Maggie. I was looking at your eyes. 就在这一刻，艾拉才恍然大悟，原来大叔并没有洞悉他人的神奇能力，有的只是对待他人的那份坚定不移的真诚与信任。当初躺在婴儿篮里的那个小生命，此刻已然长成了一个活泼伶俐、可爱动人的小女孩。见到妈妈确定完心中的答案后，她欢快地从车上飞奔而下，一头扑进了门港大叔温暖的怀抱。在艾拉回来的这段日子里，她与女儿陪着大叔一同参观了恐龙博物馆，而当初她赠予大叔的那张照片，其实一直都放置在大叔每天都能看到的地方。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或许你所渴求的答案都隐藏在自己的眼神之中。透过那扇心灵的窗口，我们能看到爱情最纯粹的模样。也许那就是你一直在寻觅的爱情答案，是通往幸福的密码，是命运的暗示，是心动的开始。愿你找到心之所爱，心之所向。这里是盲青电影解说，下期更加精彩，我们不见不散。